我真的碳水脑袋，这番茄炒蛋狮子头，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的传统吧，就是出了亚洲味的感觉，真的是我遇过等的最久的一家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sper。哇，今天我来试了一家我非常想吃很久的餐厅，这大名鼎鼎的 Ask for Luigi。为什么我今天又选在室内开场呢？因为今天这家餐厅它的位置可能会有一点点，就是会让你 concern， 因为它非常靠近 Chinatown， 而且又下大雨，所以我还是在室内开场。我为什么会知道这家餐厅呢？是因为有一次我在逛 Costco 的时候，我发现 Miss Vicky 那个很有名的洋芋片品牌，它就出了一款跟这家联名的洋芋片。我想说，什么餐厅可以这么出名到跟 Miss Vicky合作，然后我就上网一查不得了，原来这家店是这么多人推荐，然后还有上过米其林推荐榜单的，我就觉得不错，而且这就算了，它还有名人的加持哦，就是 Ryan Reynolds， 就是温哥华之光啊，他也大力推荐，他说这是他来温哥华一定会吃的餐厅，而且这间餐厅真的是排在必吃意大利餐厅里面的排行榜前3名，我真的觉得超酷的。这家餐厅真的非常的小，座位数真的不多，所以就可想而知它的定位就是会有点难。我们是2个礼拜前订，就只能抢到，要不就10点，要不然就是5点这样子的时间。所以就是这家餐厅有想吃的人就要赶快提早定位这样子。然后它整间室内设计呢，它其实走进来会有一种复古的意大利家庭式餐厅的这种感觉。然后整个餐厅的呈现的色调也会偏深色，然后搭配一点暖黄的灯光，就会营造出那种温馨的家庭意识复古餐厅。那我们刚看完菜单啦，其实它的菜单也非常简单，它就是有一小区的前菜，然后再一小区的意大利面，然后再就是甜点，然后再就饮料，就这样非常简单。但是它难度在哪里呢？它的难度是在于它里面的叙述很多是意大利文字，而且它没有图片，所以你要不然就是请 Google 楼 C 帮你翻译一下，要不然就是盲猜。可是因为我之前有上网做过功课，所以我就点了他们几道非常知名的 appetizer 跟 pasta， 就等着它上来吃啦。好啦，第一道开胃菜上来啦，我们点的是那个 mussels and clams， 然后还有 sausage 在里面。后来它上来以后，我才发现原来它的 sausage 不是那种一片一片的 sausage， 它是肉末，它可能是已经把它切出来变成肉末了。我觉得OK， 我还满心期待可以吃到一片一片的 sausage。然后它这个菜很特别哦，它里面有 clams 跟 mussels 之外，它还有番茄，而且它一上来会有一大片的面包，太棒了！吃这种 mussels 的前菜就是要把面包掰开，然后沾那个酱吃啊，那样才好吃啊！我真的碳水脑袋，我第一口要吃碳水。哇，好鲜哦，都是那个 mussel 跟 clam 的汤汁，超级鲜美的。好吃，而且不会很咸哎。我记得我有吃过 mussels， 然后超级咸的，但这家不会，因为它里面有加一点点小番茄的关系，所以你看它那个味道就会很清爽 fresh。觉得我要大力推赞一下这个面包，这个面包烤的真的超级无敌酥的哎。而且它这个面包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孔隙，所以你吃起来它其实是蛮酥脆的，中间很软，然后表皮是很酥脆的。然后因为它有孔隙的关系，所以它就很能吸蛤蜊的汤汁，我觉得完美绝配，而且越嚼越香，超棒的。看一下它的 clams 有多大颗，超酷的，而且还在滴汤汁，好好吃哦，一口满足。它的分量没有很大哎，可是它的蛤蜊是很新鲜的。那我就来尝一下它的 mussel 啦。很软嫩的mussel，一咬下去可能会一点点，真的只有一点点，可能1-2颗有沙粒的感觉，但真的只有一点点，试试看吧。好啦，第2道 appetizer 又上来了，它的名字就叫 Luigi Meatball， 所以应该是他们家的招牌。然后这个面包我刚刚终于听清楚，它是佛卡夏面包，所以这一道菜也会再附送一个佛卡夏面包。这面包他们烤的超香酥软的哦，上面还有淋橄榄油，所以整个面包就更香了，好好吃哦。那我先来吃 meatball 啦，它这一份里面会有3颗，但如果你来的是4个人，你也可以再加钱付另外1颗。然后这个 meatball 上面撒的是 Parmesan cheese， 然后下面是番茄的底，所以它可以中和那个肉的油腻感。他说的啦，我来吃吃看。哇，很扎实哎，不像是那种中式的狮子头，不是这种东西，它是真的meatball。我可以用汤匙来当完美手吗？新发现，它是比较扎实一点的肉丸，就不像是狮子头是那种猪脚肉，它这就是比较紧实。我为什么要一直说狮子头？但它上来那样子就很像狮子头啊，像番茄炒蛋狮子头。OK， 那我来吃吃看，希望它的番茄不要太酸，我真的很怕吃那种很酸的番茄酱。
哦，好惊奇哦！它里面有加松子哎，所以它会有那种脆脆的 nuts 的感觉，而且可喜可贺。它的番茄酱，它的番茄酱不酸，番茄酱不翻。我好喜欢它的番茄酱哦，它就是一点点酸，然后就是很解腻、开胃的感觉，棒，而且很热，你看有多热，超热的冒烟，所以它蛮好吃的，而且去扫香哦，就整个味道就很融合在一起，非常好。难怪是人家 Luigi Meatball 都冠上他们家的名字，好吃。我不喜欢吃 Meatball， 但我觉得这家好吃，比 Nightingale 的好吃。可以点这一道，来吃吧。还记得我们说判断一家餐厅高不高级，就看他会不会拿那个小刮刀吗？这一家餐厅他没有拿小刮刀，他拿湿纸巾出来帮你把桌子擦了一遍，也太贴心的服务了吧！而且可能因为餐厅不大的关系，所以这小姐姐时常来关照我们，不仅帮我们倒水，还一直问我们东西好不好吃什么的。我觉得服务不错哦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不敢相信，从我们的 appetizer 的盘子收走了以后，已经过了30分钟了，但是我们的意大利面竟然还没有上来，这真的是我遇过等的最久的一家真的等到麦克风都自动断线了，我都还没有等到我的主菜上来。不过还好，因为它的 appetizer 真的吃得蛮饱的，它2道都有面包，所以我们真的很饱。如果它真的不上来，其实我现在也可以走了，因为我真的吃饱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就耐心的等吧。记不记得我说过，美食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？对，我们就等着吧，等主菜上来。它最好很好吃，千呼万唤，这个意大利面终于上来了！天哪，我都已经吃饱，我的胃已经觉得我吃完晚餐了，然后终于主餐上来了。我记得我以前认识一些意大利的朋友，他们也是从晚上6点可以一直吃饭，吃到晚上12点的，就从前菜然后开始喝酒，然后一直吃到晚上12点，所以这可能是他们的传统吧。OK， 那我要先来试试看，在我眼前的这一道海鲜墨鱼意大利面，它的面条是黑色的，很特别哦。而且这道菜最特别的是什么？是它里面奶油酱汁是加了海胆的，它是 Uni Butter Sauce。让我们来试试看吧，不知道跟那个 Toyoke Uni 的乌冬会不会是一样的？面条有点硬，可是他们家的面条真的是每天新鲜现做的，你在吃进嘴巴里面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到，跟你平常在家里买那一大把这样撒下去真的是不一样，会有麦香，而且会有韧劲在里面。它煮的稍微偏硬一点点，但是其实也不会说很难咬，是 OK 的。然后我还要特别介绍一个，在他准备摆盘这些的时候，他上来了一个这个碟子，我超惊讶，我以为他会给我们奶油跟橄榄油，我想太多了。他这个碟子是拿来给你放这个虾的尾巴的，因为虾的尾巴的壳不能吃，所以他就特别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碟子，让你可以把那个壳放进去，我觉得很贴心。这个面条你们可以放心的吃，它没有什么太多墨鱼的味道，它只是看起来是黑色的而已。这个 Uni Butter Sauce 超特别的，还好它前面的那个开胃菜都有附上面包，因为它的这个面的分量其实不多，可能就1人份的分量。那海鲜是不少啊，来我们来赶快吃吧。那我现在要来试我们今天点的第2道面，它是一个什么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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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agu， 然后 beef 的意大利面。重点是它一上来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个面条，我觉得它超像陕西还是山西的裤带面哦，你知道这样然后就很粗那种裤带面啊，很酷哎。然后它是牛肉的 base， 然后我要来吃吃看。这道菜面的软硬度我很喜欢，它不像刚刚那道墨鱼的意大利面，它那个面条有点偏硬。这个裤带面，我直接就叫它裤带面了，比较偏软，就是软硬适中的那种面条。然后它一吃进嘴巴里，第一个冲出来的是 cheese 的味道，它的 cheese 味道很浓，然后再来才是牛肉的味道，牛肉味道就没有 cheese 味道那么浓了。然后它整体搭配起来是有一点粘稠的，然后味道比较浓郁，就是吃到第5口就会感觉很腻的那种程度。就可以看到它所有的料都会扒在那个面上，真的很像豌杂面啊，或者什么裤带面、油泼面那种感觉，真的吃出了亚洲味的感觉。肉晚上来的时候是狮子头，这个算是裤带面。这道菜就没有刚刚那道那么惊艳，所以这道可点可不点，我觉得味道就一般正常。各位观众，它上来的时候2颗这个突然有一种很可怕的预感。上来这个小甜点，我觉得应该是很像那个蛋白霜的饼干，因为它弄起来就是很空心的感觉。旺仔小馒头，就是旺仔小馒头，甜甜的咯 ，OK 的。
我们总共吃了4道菜，2个 appetizer， 2个意大利面，总共是132.2，还正常啦。然后加了小费以后是156，因为我觉得他的服务还不错，所以小费我就给了他第一个选项，他建议多少我就给了他多少。会一直来加水，也会来问你好不好吃，然后来关心你，所以也蛮热情的。然后，但是我真的觉得这家餐厅它的食物可能有一点名过其实那种感觉，因为我觉得它前面2道 appetizer 很好吃，但它真的到了意大利面，可能是因为等太久，所以我们其实真的已经蛮饱了。然后再加上它那个 ragu 的意大利面，我们真的觉得很一般。如果没有吃过，想要来朝圣一下 Ryan Reynolds 推荐的餐厅的话，可以来试试看，但是就是有体验过就可以了。又到了我们呼口号的时候啦！一订阅一事情，订阅按下去，欢乐不会停哦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